2023年8月1日，全世界生命科学试剂领域领先的巨头赛默菲和一个名为拉克斯的家族达成了和解协议。具体的协议内容是保密的，但是外界猜测至少是1000万美元的经济赔偿和一系列的权利的声明与纪念活动。生物圈外的人对这个新闻没有什么概念，而生物圈内的人会觉得一桩悬而未决的案件终于落幕了。因为拉克斯家族的老祖母就是今天生物医学依然在使用的海拉细胞的提供者，而当年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医生就是从他们家老祖母的身上以不太讲道义的方式取走了海拉细胞。海拉细胞是1951年1月从一个叫做海瑞塔·拉克斯的年轻黑人女性的宫颈上取到的。这个姑娘别看当时只有31岁，但已经是5个孩子的母亲了。她生活在巴尔的摩最贫困的黑人街区，14岁的时候就和自己的表哥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很可能是近亲结婚的原因，孩子患有癫痫，而且始终不会说话。第5个孩子出生之前，她感觉子宫有异常的疼痛，但还是把孩子生了下来。孩子只有4个半月的时候，她自己用手摸到了宫颈的肿块，位置很深，像石头一样硬。她先去社区医院，医生得知她丈夫经常在外面鬼混，猜测海瑞塔可能染上了梅毒，但检测结果是阴性的，现在只能高度怀疑是宫颈癌了。于是海瑞塔去了当地唯一一家黑人可以去的医院——霍普金斯医院。因为当时美国正在实行种族隔离政策，这所私人医院从建立以来就一直是全美慈善医疗活动的大本营。其实海瑞塔4个半月前就是在这里分娩的第5个孩子，而那个时候的各种检查都没有发现宫颈有问题。这次已经明显摸到一个葡萄大小的肿块，而且一碰就会出血。除非是在这半年里肿瘤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生长，否则不可能有这么大。接待他的医生是霍华德·琼斯，他的实验室老板理查德·特林德在医学界名望很大，摩洛哥王妃病了都是找他看。他们俩当时刚好在子宫鳞状细胞癌上有了新的研究突破。简单的说，只要通过活体组织检测到了癌细胞，就一定要把子宫跟一部分阴道全都切除。可是当时的医学界不这么认为。当时医学界认为，如果癌细胞是原发在宫颈呢，属于非浸润式的，就不会有太大问题，不需要手术切除。只有发泄式浸润式的，才建议整个子宫全部切除。他们这种激进的做法受到了同行猛烈的批评。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他们希望从患者身上找到证据。1951年的时候，哪怕是霍普金斯医院的医学实验，也都是根本不会知会患者了。当时需要手术的黑人患者基本都住在福利病房，钱都是慈善基金出的，所以霍普金斯医院的医生也默认不用事先征得他们的同意，直接用这些病人做实验是公平的。当时他们的目标就是找到2种细胞，一种是浸润式的宫颈鳞状细胞癌的细胞，一种是非浸润式的。只要他们能够证明这2种癌细胞在实验条件下有同样的发展过程，就能让人们相信不论什么情况，全部切除子宫都是对的。负责采集患者细胞的是乔治·盖伊，他的压力当时很大，因为不论采了多少个患者的样本，不论是健康组织的还是癌变组织的，那些细胞在培养皿里都会很快死亡，就算活得长一些的，最多1个星期也就停止分裂了，根本来不及看到细胞带后续的发展。但盖伊也知道，在1943年的时候，美国国立卫生院曾经找到了一种小鼠的肿瘤细胞，这种细胞就不会死亡，只要给足营养就可以一直繁殖下去。所以盖伊也相信自己只要不断地采集医院里癌症患者的肿瘤细胞，最终也会遇到这样的不死款式。霍普金斯医院当时在宫颈治疗方面是全球领先的，使用放射性元素镭给海瑞塔做了第一次照射。操作方法呢，现在看起来非常生猛，就是把一个灌满镭的小袋子缝在子宫颈的表皮上，再用纱布固定一些铅片在阴道周围用来防护。手术操作中顺带切下了子宫附近2块硬币大小的组织，一个是健康组织，一个是癌变组织。手术前后都没有人告诉海瑞塔，取样本的步骤其实并不是治疗过程的一部分，而是盖伊为了他的其他研究而做的另外一个手术。海瑞塔进行放疗的第3周，医学界消息最灵通的那部分人就都知道盖伊发现了一种不会死亡的人体细胞。因为在提取细胞的时候，实验人员从海瑞塔的名、
和姓中各取了2个首字母，所以这种细胞就被称为海拉细胞。但海瑞塔随着放疗次数的增加，身体状况也在急转直下，他开始不停地出血，排尿的时候疼得不行，从胸部到骨盆的皮肤全都变成了纯黑色。他每次复查都会跟医生说，感觉癌症在体内蔓延，而医生总是说没有发现复发的迹象，1个月之后再来复查吧。直到第4个月复查的时候，通过按压已经摸到了腹部的肿块，医生才发现骨盆上已经长了一个大肿瘤，把尿道都压住了。那个时候的白人医生对黑人的治疗既不透明也缺少关怀，很少给病人出示诊断结果，理由是他们听不懂那些专业词，而且对绝大部分疼痛也置之不理。放疗6个月之后，通过 X 光看，海瑞塔的腹腔里已经长满了肿瘤。医生应对的方法呢，只是不断地加大放疗剂量。在海瑞塔临终前1个月，医生给他使用了杜冷丁、吗啡、佐菲诺来缓解疼痛，但后来他们都逐渐失去了效果，只能不断地加大剂量。之前从海瑞塔宫颈取过1次样品的盖伊也来取第2次样品了，因为他想确认第1次取到的那种永远不会死的细胞是不是一种偶然，还是说它真的就是海瑞塔身上的特定癌细胞导致的。但这次他从宫颈取回的样本已经严重糜烂，回到实验室不久全都死亡了，而一同死去的还有海瑞塔。海瑞塔死去的时候，美国的大中小学正纷纷停课，那个时候全世界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小儿麻痹。匹兹堡大学的实验室已经研制出了当时世界上第1支脊髓灰质炎疫苗，但还需要大量的细胞做体外实验。在海瑞塔出现之前，这些实验只能使用猴子做，而由于要从猴子的脊髓中抽取细胞，所以会导致猴子死亡。在大规模实验中，几千上万只猴子，那就是一笔天文数字的开销啊！连当时罗斯福总统成立的美国小儿麻痹基金会都没法凑足这笔钱，于是他们求助全国各大实验室，帮他们找到适合体外培养的细胞。盖伊呢，也收到了求助，之后他联系到小儿麻痹症基金会。就在海瑞塔死亡不到半年之后，他的海拉细胞就开始用于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实验了。第1个海拉细胞工厂在塔斯基吉建成，这里有美国历史最悠久的黑人大学，而这所大学当时正在跟美国国立卫生院开展的多项合作。除了海拉细胞工厂之外，还有一个直到1972年才被叫停的令人发指的梅毒实验。简单的说，就是征召了600名大字不识的黑人，其中399个人是梅毒患者。实验最初的目的是找到梅毒的有效治疗方法，不过刚刚进行了几年，美国就发生了大萧条，实验被迫终止。萧条期过去之后，实验再次启动，目标就改成了观察梅毒患者的发病过程。哪怕到了1947年，抗生素已经量产，价格也很低了，但是也不给那些梅毒患者使用，给梅毒患者使用的只是阿司匹林当作安慰剂。这个实验在1972年迫于舆论压力终于终止了。经过了40年的时间，当初399个年轻的病人里还有74个人活着，病死的呢远不止325人，因为他们的妻子跟刚出生的孩子也都染病了。这些病人用几十年病痛跟生命换来的，只是每天从实验室到家有免费的班车接送，常见病的免费治疗，还有中午1顿免费午餐。在律师的牵头下，美国政府被控有3项罪名，最终换来的赔偿是74个幸存者接受免费梅毒治疗，每人赔偿4万美元。这实在太少了。1997年，克林顿总统又发起了一次政府道歉仪式，但那个时候仅有8个幸存者在世，而且能到场的只有3人。以今天的标准看，美国那时候对黑人的做法残酷到令人发指，但以当时整体的环境看，人们并不觉得有多么道德败坏，甚至项目启动的前10几年，连项目组里的黑人都觉得这是对当地人的一桩大好事。首先是因为黑人在美国长期地位低下，每天有免费的饭吃，病了可以免费医治，这是任何地方的黑人都享受不到的特等待遇。而且项目开始的前10几年里，那个实验里给梅毒患者使用的治疗方法本来就是当时全球医学界的几种主流治疗方法之一。如果没有这个实验的出现，那些梅毒患者也不会得到比那个更好的治疗的。塔斯基吉这所黑人大学当时为他们争取到的利益，实际上已经比没有实验的时候强太多了。
真正存在道义的问题是在大萧条过去之后，调整了实验目标，不给予治疗，只观察记录症状，而且不告诉被试调整了实验目标。更严重的问题是1947年之后，抗生素已经量产了，而且实验人员知道这是治疗梅毒的特效药，也没有给予治疗。塔斯基济大学在海拉细胞制造的过程中也发挥了类似的作用。他们是特地从美国小儿麻痹症基金会争取到了细胞培养工厂的建造权的。能争取下来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海拉细胞的提供者是一名黑人，在塔斯基济这个黑人聚集区建立细胞工厂，也能提高这里黑人的就业，拉动这里的经济。以今天的视角看，未经同意把别人的细胞取走已经很过分了，还要把这个细胞当作生产原料不断的赚钱，那就更不应该了。但是当时整个生物学界都没有相关的规范，塔斯基济大学的做法在当时已经算是尽力为黑人争取利益了。不只是塔斯基济大学，哪怕是未经病人同意取走海拉细胞的霍普金斯医院，在当年也是全美国对黑人最好的医院。当年绝大多数医院根本不允许黑人进入，哪怕那些黑人患者晕倒在医院的走廊里，都会被抬出大门口的。而霍普金斯医院不但允许黑人进入，而且对大部分黑人患者的治疗全都是免费的。医院也天然地认为黑人患者应该为此付出点什么，比如说肿瘤样本。今天的科普文章谈到海拉细胞，都说它可以无限制地繁殖下去，到今天已经分裂超过23000代了，估计分裂出的细胞总质量超过5000万吨，大约相当于8亿人的总体重，而且还在不断的分裂中。为什么这个细胞如此特殊？它是怎么做到永生呢？昨天的最后我们说到，海拉细胞今天已经分裂超过23000代了，分裂出的细胞总质量超过5000万吨，而且还在不断的分裂中。为什么它能不死呢？其实海拉细胞并不是坚不可摧的，如果给到一个生物医学专业的本科生，让他培养海拉细胞，可能最初几次都会养死，要不就是温度不对，要不就是被微生物污染，要不就是血清浓度没有控制好，要不就是培养液的 pH 值不对。海拉细胞也是很脆弱的，它的不死只是相较于其他人体细胞而言呢，但它依然有一个非常迥异的特质，就是在条件良好的时候可以无限次的每天复制一次。这个特质是由于海拉细胞的端粒酶发生了变异。端粒是上个世纪30年代被发现的，70年代测序技术成熟之后，科学家们发现它是一种重复序列。在细胞分裂 DNA 复制到序列的最后一节的时候，可以让制造副本的 DNA 聚合酶抓握用的，这样可以保证最后一节序列能完整的复制。但每次复制端粒的重复序列就会少一份，如果重复序列有50份，那么这个细胞就可以分裂50次。第51次分裂的时候，最后一节基因没能复制完全，然后这条没有完成的 DNA 链就会被核酸酶降解，这个细胞也就死亡了。人体的细胞大约可以复制50次左右，这是盖伊之前怎么也不可能找到无限复制的人体细胞的原因。那为什么海拉细胞可以无限复制呢？大部分参与第一批海拉细胞试验的科学家直到逝世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答案是1999年才找到的。首先是1985年端粒酶的发现。刚才说了，端粒呢是每次细胞分裂都会减少一份的，这个听上去很让人绝望，这就像生命倒计时那样。但是后来发现的端粒酶是修复端粒的工程师，他专门负责补齐损失的端粒，也就是说，生命时钟倒计时可以在设定好之后再往回拨。听到这儿，大家也不要太乐观，因为端粒酶的修复工作受到极为严格的调控，不是简简单单谁都可以在任何细胞里开展修补的。只有在那些造血干细胞、生殖细胞这些极为特殊的细胞内，这个工人才会在损失发生之后对端粒进行修补，而其他成熟体细胞的端粒如果损失了，他是不会管的。这个原因也很好解释，因为干细胞跟生殖细胞都是生物体发育最初阶段的重要细胞，它们之后还会分化成身体上各类不同的细胞，比如肌肉细胞、上皮细胞、神经细胞等等。如果在这起步阶段端粒就不正常，那细胞再往后分化就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如果能在分化初期修复端粒的个体，就会在物种竞争中留下更多数的后代。于是漫长的生命演化下来，今天幸存在地球上的生物都保留了对尚未分化的细胞的端粒做修复的功能，这个功能就是由端粒酶实现的。
但是这个功能始终没有演化出在每个细胞中都激活，道理也很好理解。如果所有类型的细胞都可以不停地分裂，那就相当于生物体所有的器官跟组织都在癌变，身体内挤满了各种大块小块的肿瘤，这样的个体也会在漫长的生命演化中遭到彻底淘汰的。海拉细胞可以无限地繁殖下去，正是因为它的端粒酶发生了变异，本不应该激活的端粒酶在海拉细胞里处于激活状态。那么，为什么海拉细胞的端粒酶处于激活状态呢？1999年，癌症研究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对海拉细胞的染色体做了分析。第一张图是正常女性的体细胞，46条染色体，2条一对，一共23对，整整齐齐。而第二张图就是海拉细胞的染色体，1号有5条染色体，2号有3条，3号有3条，5号有6条，总之啊，全乱套了，也根本配不成什么对了。正常46条染色体，而图中海拉细胞呢，一数有76条，当然也有77条、78条、79条、80条的情况。产生这种诡异的现象的原因是海拉细胞被人类乳头瘤病毒感染了。感染之后，这个病毒的 DNA 就会插入到人类 DNA 中的 P53 基因上，而 P53 蛋白是细胞内负责矫正修复错误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蛋白质，被称为抑制癌症的蛋白。绝大多数癌症组织里都能发现 P53 基因的变异，它一旦被病毒修改，细胞复制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就不会被修复了，错误就会一代一代的积累下去。除了染色体的乱套，后续也有一系列的不正常，其中就包括端粒酶的疯狂活跃。上世纪80年代，德国生物学家证实了海拉细胞内含有大量的 HPV-18， 进而猜测海瑞塔之所以感染 HPV-18 病毒，和她丈夫总是出去寻花问柳有关系。而也正是因为在海拉细胞里发现了 HPV-18， 才促使后来 HPV 疫苗的诞生。端粒酶在体内疯狂的活跃就是凶险的癌症，而在体外就是难得一遇的永生细胞。海拉细胞工厂建成第1年，每天可以生产3000管海拉细胞，如果用细胞的个数去核算的话，大约是每天1万亿个。海拉细胞比其他细胞更容易培养，其他细胞哪怕是在可以分裂的阶段，也需要把细胞平摊在培养皿的底部或者侧壁上，这一步叫做附着，它是很重要的，否则细胞不会分裂。就算是附着好了，对一般细胞来说，最后也只能在这层表面增殖出薄薄的一层细胞。这个时候需要实验人员小心翼翼地把这一层刮下来，另外保存或者培养，然后这层细胞才会继续地复制出下一层。一旦没能及时刮下来，细胞就开始以抱团的方式立体生长，复制过程就会马上停下来。就算是一直精心的呵护，一般的细胞分裂不了几天也会彻底停下来。但是海拉细胞相当的不挑剔，不需要附着，只需要把它们扔在液体培养基里搅拌搅拌，就能悬浮在液体中开始生长，直到把培养基里所有的养料耗光为止。今天很多科普文章说海拉细胞总量已经超过5000万吨，也有说7000万吨呢。虽然不算错，但是我们要注意，今天所说的海拉细胞大部分都不是海瑞塔宫颈上取样的那块组织的后代。海拉细胞从80年代后期就是一大类细胞的统称了，指代的是一切通过 HPV-18 这种病毒转化的宫颈上皮细胞。后来有很多实验室是通过合法的手段征求到了不同国家的患者的同意，采集了那些患者宫颈上的肿瘤组织。这些新版海拉细胞后来也成为商业化细胞培养公司的产品来源。今天市面上的海拉细胞至少有8个不同的来源，而且这还只是从专利跟法规上的区分。如果从基因的祖先与后代的关系上去看，其实今天没人说得清到底有多少来自于海拉细胞。从刚刚的2张截图我们也可以看出来，由于海拉细胞不是稳定的2倍体，基因组的稳定性非常差，况且在体外培养了好几十年，于是今天用于鉴定人类 DNA 亲缘关系远近的那些手段，比如说卫星序列啊、SNP 序列啊等等，对海拉细胞都是不适用的。所以严格的说，
谁都分不清当前手里的海拉细胞属于哪一个亚群，是不是海瑞塔弓形肿瘤细胞的后代。所以如果说成是已经去世的海瑞塔的细胞后来又繁殖了几千万吨，按次序排起来能环绕地球多少多少圈，这些说法呢都是有问题的。塔斯基级细胞工厂的产能不到2年就供不应求了，所有的生物学家凡是用到人体体外实验的时候都需要购买海拉细胞。工厂再次扩大产能是微生物联合公司的加入，他们的最大客户就是美国国立卫生院，也因为需求量大，从微生物联合公司开始，海拉细胞的生产开始标准化。首先就是细胞培养液的标准化。2年前，在盖伊为霍普金斯医院培养细胞的时候，培养液到底用什么成分，也大概跟巫婆熬浓汤是差不多的。原料有鸡血浆、牛胚胎熬的汁、特殊的盐类，还有人的脐带血。人脐带血就是从霍普金斯医院的产房拿到的，每当有婴儿出生，产房就会通知盖伊去取脐带血。当然那个时候也是不需要征得产妇跟家属同意就可以直接拿走了。牛胚胎跟鸡血浆都是他们每周去一次屠宰场买回来的，其他实验室用的培养液也各有不同。在微生物联合公司接手之后，他们跟国立卫生院一起研发出全球第一种标准细胞培养基，可以批量的生产，开盖就可以使用。此外就是运输跟冷藏的标准化。咱们科技参考辽国的人体冷冻技术，最早的方法就是从保存海拉细胞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在海瑞塔去世不到3年，海拉细胞的应用已经遍地开花。国防部用它实验大剂量核辐射对细胞的影响以及如何防护和治疗。还有科学家把海拉细胞装在高速离心机底，让压力达到重力的10万倍，模拟人体细胞在极端压力下的反应。还有化妆品厂和制药厂用海拉细胞取代实验动物，看看新一代类固醇、化疗药物、激素、维生素的效果。还有对结核杆菌、沙门氏菌、腮腺炎、麻疹、疱疹病毒的治疗。中东的医生用它研究出血热。这个细胞在科学界引起了轰动。1953年的时候，美国《明尼阿波利斯星报》第一次报道了海拉细胞的故事跟背后的海瑞塔。只不过这篇报道把海瑞塔的名字写错了，应该是海瑞塔拉克斯，结果写成了海瑞塔雷克斯。这也是全世界第一篇公布海拉细胞主人名字的报道。不过这份报纸名气当时不是很大。后续凡是有独立采访能力的报纸在写文章的时候，都讲究内容全面，当然不会绕过霍普金斯医院。但盖伊知道自己当年是没有经过患者的允许拿到了细胞，虽然法律在那个时候没有禁止这样做，但他心里有愧，所以早就跟同事们打好了招呼，不要透露海拉细胞主人的信息。理由呢也很冠冕堂皇，为了保护患者及家属的隐私。所以之后那些更有影响力的关于海拉细胞的报道中，要不就完全隐去了海瑞塔的名字，要不就化名为海伦。总之盖伊这些操作确实让海瑞塔的真实身份得以掩盖。海瑞塔的家人也一直不知道，他人虽然已经去世，但细胞还活着，而且数量众多。比起海瑞塔来说，他孩子们的生活更加不幸。这种不幸既来自于贫困的家庭内生出的各种问题，更来自于社会对黑人的不公。他们家5个兄弟姐妹，老大跟老小相差了15岁，每个人都有严重的听力障碍，老大还是智力障碍，这都是近亲结婚导致的。而除了老大，剩下的4个兄弟姐妹也延续了乱伦和家庭暴力的传统。母亲虽然已经不在了，但她遗留的海拉细胞将被用于一项比梅毒实验更违背道德的实验。